大家好，比特币还在8万美元徘徊。最近很多朋友是问，利好这么多，俄乌停火，或者是 CPI 下降，增加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但是为什么比特币价格却不涨？包括交易群上，比特币也是很久没有在交易了，主要还是2年之前一起做多的利润持有为主。那等下来聊聊目前主力和鲸鱼，包括特朗普，他们是怎么玩散户的？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这几天是有一些利好，不过利空也有，也就是美国的那个关税。那这个新闻到底要怎么解读？今天来讲一下主力到底是怎么玩我们散户的，或者是以前经常跟很多朋友讲过一句话：你看到的消息利好，它不一定是利好，有可能价格会下跌；或者是利空，它有可能不一定是利空，往往可能利空，价格反而会上涨。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比特币周线图表，也就是这1年多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说当时2024年的7月份，也就是特朗普当时参加2024年比特币的加密大会，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统，特别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总统参加比特币的加密大会，所以算是一个利好。当时在这个低点位置做多，但是事后我们来回顾，后面价格下跌，所以当时在这个位置有错过，因为当时 53K 是有开了100倍的多单，但是后面跌到这个低点的位置是止损。所以这一次我们再回顾一下，也就是后面比特币上涨到10万高点，为什么在高位的区间也是偏小心哦，但是涨到高点以后也是一直提醒一定要控仓，特别是新的资金或者是新进场的一些投资者，往往看到的利好，或者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胜选，2024年的11月份左右，价格已经来到高点了，包括后面特朗普上任以后，或者是他发行的那个川普币，短期抢了一点利润，视频也是通知朋友们，我全部卖出，然后比特币也是一直在小心，就是防它不要跌破这个9万美元。那现在价格跌下来，或者是为什么利好？就是前面的这个经验，特朗普参加2024年比特币加密大会，或者是特朗普胜选为总统，包括他上任，一大堆的利好。利好以往的经验，往往有可能不一定是利好。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哦？我们要思考一下，站在主力的角度，我们去想一下，利好新闻非常多的时候，是不是全世界或者是各个散户的投资者都能看到这些新闻？有可能就会受到新闻的影响，或者是来这个市场里面高点的位置，或者是一些波段高点的位置去买入比特币。那我们要想一下，主力最讨厌的是什么？你如果身为主力，你是不是不希望看到散户的筹码成本很低很低？所以有可能利好的位置，散户买的筹码有可能就是在高点，因为他要利用这种消息效应，或者是短线的一些波段操作，让散户买在高点的位置，买完以后他有可能就给你下跌，下跌到低点的位置，就像最近的经验或者是历史的经验，最近利空也有啊，美国的那一个关税，或者是前面的那一个黑客事件，全部都是黑天鹅事件。上一次高点的位置是有利好，跌到低点的位置，什么那个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萨姆衰退，包括当时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5K 的低点，然后也是黑天鹅事件，什么华尔街日报报道 Space X 在卖出比特币，包括当时可以看一下 15K 的底部，也是同样黑天鹅事件，那个 FTX 交易所倒闭。但是最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条趋势线，有几次下跌的利空位置，包括这一次或者是美国的关税利空，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
有可能跟之前的一些经验是不是一样？就是主力为了散户手上的筹码，你高点位置买的话，在这种恐慌下跌的位置，最近评论区也是看到很多人又在害怕比特币熊市来了要完蛋了，或者是比特币要跌到抹零的言论都有。因为我们看一下历史的经验，包括几次黑天鹅事件，下方的这一个就是普通的 RSI 指标啊，包括当时的这一个 25K 的低点 RSI 指标，我们看一下它也是接近40附近，就是非常重要的支撑，以及上一次这个 49K 的低点 RSI 指标也是在40附近，就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所以现在周线里面的这个 RSI 指标40，我的观点也不排除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支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传奇的这一个高斯通道线啊，这一个图表是5天的图表。那么看一下比特币这一次下跌来到8万美金附近，它同样也是之前在2023年高斯通道线从红色转为绿色的结构，比特币开启一轮非常大的上涨的牛市。那现在我的观点是，高斯通道线目前还是绿色的，有可能这一次跌到高斯通道线上沿的位置，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支撑哦。因为我们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2019年上涨的牛市，或者是当时这个位置下跌来到上沿的位置，它也是一个支撑，后面最终开启疯狂级别上涨的牛市。以及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红色的通道转为绿色的通道，它也是有几次特别是这个位置产量减半之后下跌到这个高斯通道线上沿的位置，后面也是开启疯狂的牛市。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经验，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或者是新进场的朋友，你如果心态不好的话，仓位没有控制好，那我的观点是你也可以留一部分资金去等下一轮比特币熊市的底部底部的经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5天的高斯通道，它如果跌破这个高斯通道转红的位置开始去计算，下跌如果有超过 40-50%， 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的底部，就是从这个高斯通道线转红的位置开始计算，下跌 50% 就是底部。以及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2年到2023年，当时为什么 20K 去抄底，也是同样高斯通道线转红的位置，接近 50%-60%就是底部。所以现在的比特币来到这个位置，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是支撑很多人是在看空比特币。那如果从历史的经验，高斯通道线下一步真的要转红，就是这个下轨的位置，你去计算一下这边会是熊市吗？它如果熊市跌个 40-50%， 价格又要去2万到3万，有这种可能吗？这1年多那么多的利好，或者是美国那边的比特币战略储备，包括之前美国的 ETF 上市机构，早在可能几年之前2019年还是更早之前，包括这一波2022年的下跌，都已经买了不知道多少的比特币。那跟最近的短线的一些消息也是一样，就是可能之前的利空都不知道买了多少的比特币，现在涨上来，明目张胆的向全世界宣示，我美国要向比特币靠拢。那你觉得这些人他们是在高点的位置才开始要买入比特币吗？所以有可能早在低点的位置就已经在买入比特币，等到高位的时候利好这么多，你可能就要等中线的一些波段低点位置，包括当时的这个 50K 左右，为什么当时去做多？但是现在涨上来已经是2-3个月没有再操作比特币的期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比特币的这个小组，很多朋友经常是问我想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当然有条件的你可以用我们的 OKX 邀请链接去注册，成交量达到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那我们看一下之前的一些记录，有些朋友也是在问我们的战绩。2024年8月5号的时候，当时是通知看支撑可能是在 49K， 后面我也是做多，这些记录是都没有编辑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后面或者是 54K 的也是在通知做多，以及后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之前在 50K 的时候
合约去做多相对比较合适哦。自涨到10万美金以后就没有怎么再操作，以及我们看一下后面的58000做多的多单记录也是没有编辑过。那我们看一下还有比如57000的做多建议，5万左右的时候当时是相对比较好操作，包括当时这一笔 56K 的多单也是一直抱到现在我认为是比特币不会再跌下去。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包括这一笔58000美金做多的，到现在也是在持有那后面我们看一下比特币自涨到10万美金，后面基本上是偏谨慎包括当时特朗普估计可能就是会胜选，然后价格涨到接近10万美金附近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当时也是从1月左右开始，就是要防比特币 90K 要小心不要跌破。然后可以看一下1月21号的时候，也是认为比特币应该休息有可能我们要防，就是怕9万美金跌破。包括后面1月23号的时候，这个钻石顶要小心以及1月27号的时候，包括可以看一下1月27号的时候，也是提醒新的资金要控制不要搞太多。我最近一些朋友也是在看，如果比特币有到8万美金附近，新的资金要不要买 50%， 或者是有到7万左右买个 80%。 但是期货的话一直是非常的小心。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就是周线的这个高斯通道，我个人是认为牛市没有结束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